最近你狂飙了吗？自从我看了这个热播剧之后，除了非常想吃居港民之外呢，还有点迷上了张颂文老师。然后之前就有看到报道说他大器晚成，40多岁都还没买上房，我心里是心疼了他一秒，但转念又想，难道没钱才没买上房，或者说有钱就得买房吗？而且难道没买房就一定很惨吗？我知道我在挖一个天坑，但我一直都挺想聊聊买房好还是租房好这个话题的。所以呢，我也是有备而来。我这边有一个 Excel sheet， 待会儿咱们来看看，算是从投资理性算数的方法去看看买房划算还是租房划算。但这个视频的下一部分，我是想咱们把格局打开，因为买房租房它也不完全只是关于钱。我觉得社会上大家觉得买房是长大、结婚、家的象征，但是它其实对一个人的 lifestyle 影响还真蛮大的。所以在后一部分我们就主要聊聊这个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按照惯例，我又来算我的 Excel 了。如果你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，我先说一下，我是住在美国加州的，所以我这边可能聊的很多会比较 specific to 我在美国的生活，但是我觉得看一看都行的，应该无所谓，很多理念也是差不多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干货哈。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 Excel sheet 我不 take any credit， 因为我是从一个我很喜欢的 personal finance YouTuber， 他的名字叫 Steve 那里拿来的。我做的呢只是小小的数据上的改动，填了一些咱们湾区的一些数据。我之后会把这一个 link 在信息栏里面，这样如果你住在北美甚至欧洲其他地区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你的数字直接填进去，看看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买房还是租房好呢？这边我的 assumption 大概是一个年轻的 young couple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买了一个150万的房子然后这里填的都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 standard 的数字。我想着重 highlight 的部分是这个红色的部分，也就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 home ownership 其实是非常 costly， 有条条项项花很多钱的一项东西。从第一个 property tax 开始说吧，加州还算是 property tax 相当低的一个州，但我看了一下我实际的 bill， 对于我来讲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吧，包括 sewer 这些，还真的会有到1.25左右。再加上你有了房子之后嘛，平时这里修修补补，偶尔来一个大的，甚至修个屋顶，我觉得0.25的 maintenance cost 都可能偏低了。再加上 home insurance 也会比较贵啊，你 own 一个房子，就算修修花园也会比普通的 renter 多很多 utility 方面的花销，这些是我的一个估计了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买卖房子本身，它也是有一个 closing cost。你买的时候一般要交个1万块的 closing cost， 然后你卖的时候吧，还要给6% 给 agent， 所以这些红色的部分其实都是你的 cost。而这些 cost 呢，如果你是一个 renter， 你可以将它全部都用来去投资，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在聊的一件事情。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说租房就是给房东交贷款，但是你看到这些红色部分，房东的 cost 也是很高的。而且我自己可能会认为这一部分的 cost property tax 啊什么之类的，就和你交房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，都是你拿不回来的价格，不是吗？这边有一些数字，大概是讲到卖房的时候，如果房子升值啊 capital gain 啊 exemption 啊等等的，大家看一看过了就好。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如果你的房子有做出租，会有一些租金上的收入再怎么算。我们现在第一轮先选一个 no 看一看哈，然后这边 renter 就是想象如果一个150万的房子，如果你需要租的话，我觉得3500块，一般是一个2B 1B， 最多3B 1B， 我觉得3500块也可以租，考虑到租金上涨啊等等的。如果这个 renter 把他本来红色这部分的钱都投到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投到股市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算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 ROI 给 stock market。差不多是这样的话，看下来其实 renting 是比 buying 还是更划算的。那这边黄色的这个表格就是对比租房或者买房哪一个在我们之前的 assumption 下10年之后会留下的钱更多呢？
租房这一边的话，有一个很大的数字是 investment gain， 这些 investment 的本金就来自于一开始如果你买房会投入的 down payment， 或者如果你买了房之后因此会支出的这一系列红色部分的支出，最后根据我们的 ROI 的 8% 将会得到这样一个数字。versus 如果 buying 的话，这边就比较简单了，基本上就是你的房子增值，这个数字呢是来自于刚刚比较保守的 5.5 的估计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计算出10年之后买房或者租房最后会给你剩下多少钱咯。在这里我们玩一下这个表格哈，如果我们 assume 我们有出租，这样的话，其实一下子你就会发现，买房还是比租房会划算很多的，哪怕你是租一个房间出去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对生活质量的话影响就还蛮大的，所以我们把它调回之前的 no 哈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appreciation， 我这边呢是算了一个5% 的 appreciation， 考虑到 rent 的涨幅也是5% 左右，但如果我们把它甚至就小调一下，调成6哈，你看一下子买房就比租房划算了很多。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叨了半天，其实也是想强调一个我们最不可控但也是对这个 calculation 最致命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房子的 annual price appreciation 是怎么样。哪怕你把它调成5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买房相当的亏，然后如果在一个好的时节你把它调成10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哇，买房简直是送钱啊！当然，这个 Excel 表大家就自己玩一玩，还是强调一下重点，就是 home ownership 其实是非常 expensive 的，其实它跟你交房租没什么两样。如果你是一个 renter 的话，最好你就要有比较强的 investment 能力，不然的话，还不如放在房子里，让房子小幅但稳定的这样 appreciate 下去。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了。所以看了这个 Excel 表，我相信你可能也会觉得，原来买房也不一定都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平时听到的还有不少建议都属于这个路数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的话，欢迎你关注我，因为我之后可能想做一个类似于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of worst money advice one should never make 这种类型的视频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。聊完前中第二部分，那我们就聊一聊买房租房对人的影响吧。我觉得中国人嘛，大家一般都会觉得房子就是家，没有房子就没有家，这一定程度上是对的。拿我自己来说的话，我以前租房的时候，就买家具的时候也不是很上心，买了房之后真的会有更好的去投资自己使用的东西，然后买适合自己的冰箱、电视、吸油烟机等等。我觉得这个确实对生活品质带来了很大的提高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这些你回过头来想的话，你在你租的房子里也一样可以实现。虽然这句话很 cliché， 但是我不觉得有自己的房子是家的 prerequisite， 但是它真的会 speed up 你这种有家的感觉的速度，如果你选择买房的话。但是其实买房有一个非常 buggy， 其实我自己非常后悔的一个就是during COVID， 我非常羡慕那些就是可以到处搬的人。我自己当时是付着2边的房租去夏威夷住了1个多月，然后之前又付了2倍的房租在墨西哥住了1个多月。我觉得日后的生活方式，至少我的话，我还是很喜欢能够 move around。我觉得有房确实你会比较多的考量，会一定程度的限制你。我知道那些不差钱的人可能觉得这些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lifestyle 的选择，就是你有了房子之后，你不大可能像之前那样 move around a lot。如果在 lifestyle 上继续聊的话，我觉得买房很适合那种很爱动手的人，比如你很喜欢给家里的玄关做一个设计啊，或者我之前就是把我们家都重新装修了呀，等等。我觉得如果你非常 enjoy 在家里把家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然后平时自己动手做一些 repair， 或者甚至去接触一些邻里啊，我觉得确实有自己的房子比较容易建立这种 ownership 以及 community 的感觉。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讲的是，我觉得很多人掉进我要买房的这个 trap， 主要也是觉得买房好像是一个 achievement 的象征，甚至是通往婚姻的金钥匙。我觉得我会希望社会上少一些这种类型的对
买房的压力，因为我觉得买房绝对不是一个 achievement。你刚才也看到，如果房市没有好的 appreciation，比如低于5%在 Bay Area，其实买房是一个很冤大头的行为，真的不应该 default into 一个买房就是好事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吧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关于钱的思维模式真的超多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我会非常开心。如果你关注我的话，那样的话，我下一期做 Worst Money Advice that you should never take 就可以看到啦。那今天就这么多啦，拜拜。